这些梵音好像是从远方传来的一声呼唤，要为经受苦难、沮丧、哀伤的灾民带来安定的力量。欢迎来到陈老师古典吉他，我是陈老师。当你在生活中感到疲累或失意时，是否会透过音乐的力量帮助自己重新振作呢？曾经有这么一首歌，它在人们遭遇重大灾害时，以柔和温暖的旋律，以及在感伤中带着希望与憧憬的歌词，抚慰了无数人的心，也给予人们存活下去的勇气。它就像是一盏明灯，照亮了绝望的黑暗，也带领人们重新找到前行的方向。为各位带来这首感人的作品《Hana wa Saku》。在日文中 ，Hana 是花的意思，而 Saku 则有花开、盛开之意，所以 Hana wa Saku 一般可以翻译成花会绽放，或者是花将盛开。额外补充一下，在中文里，笑为笑的异体字，两者无论是读音或意思都是相同的，但在日文中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。Saku 这个字表示开花的动作，音读时念作 show， 训读时念作 saku、saki 或 emi。无论是字义或念法，都与笑不太一样。透过这次的补充，大家是不是对这个字更加熟悉了呢？看完了曲名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首作品的诞生背景。在2011年的3月11日，日本东北发生了地震规模 9.0 的强烈地震，这是有记录以来日本所发生规模最大的地震。这次的地震引发巨大海啸袭击，许多沿海城市都被摧毁，造成了难以估算的伤亡与经济损失。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为了支援灾区的重建，集结了与灾区有深厚关系的音乐家，合力创作这首 Hana wa Saku， 希望能透过音乐的力量，让灾民能够早日脱离伤痛，并且重新振作。NHK 除了在其所属电视台以及节目中播放词曲，也将音乐制为专辑出售，其收益与版税则捐给灾区，帮助灾区进行复兴事业。此曲也引起世界各地共鸣，包括维也纳少年合唱团在内的许多音乐团体或音乐家也曾翻唱此曲，加入帮助灾民的行列。Hana wa Saku 的作词者是灾区仙台市出身的电影导演岩井俊二。他表示自己在作词的时候是从地震罹难者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创作的，所以歌词中出现了我想起那令人怀念的街道，花朵终会绽放，为了有一天将新生的你等让人伤感与遗憾的字句，却同时也使用花开绽放的意象，鼓励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以及未来即将出世的新生命。作曲者则是同为仙台市出身的音乐制作人菅野洋子。在完成这首作品后，他说：“我希望在100年后，没有人记得这首曲子是为了什么事而谱写的，甚至就以作者不详的状态流传下去。灾难所带来的伤痛及阴影，也许应当在100年后被遗忘，但艺术作品中的慈爱、关怀与正面力量，却值得永远流传下去。”这次与大家分享的 Hana wa Saku 是由日本音乐家佐藤弘和编曲的古典吉他版本。佐藤弘和出生在1966年，是一名左撇子吉他手，使用左撇子吉他弹奏。他大约在14岁时开始弹吉他及作曲，除了为数众多的吉他作品外，也改编过许多世界名曲，并于1991年开始在日本现代吉他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。许多著名的吉他演奏家，如福田敬一、村治佳之、蒲葵基，都曾演奏过佐藤弘和的编曲作品。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佐藤弘和持续发挥音乐才华，为这个世界留下一朵朵美丽的音乐之花时，他却在2013年罹患了食道癌。到了2016年的夏天，更因为病情恶化而住院治疗。但热爱音乐又积极乐观的他，在住院期间不但没有放弃作曲，反而还以一天创作1首小品的速度，连续写了12首吉他作品，并每天发布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，引起许多讨论与回响。令人难过的是，出院后的他最终还是未能战胜病魔，在2016年的12月离开了人世。
佐藤弘和一生展现了对音乐的高度热爱以及优秀的作曲才华。他从来不过度追求华丽繁复的音乐创作技法，他以好弹、易懂、旋律优美作为自己的核心作曲理念，选择平易近人的音乐语言，向更多人分享音乐的美好。即使是在重病之中，他仍然深信自己会康复，并以手中的吉他写出珠玉般的动听小品，安抚担心的亲友，期许自己的未来，也与疾病奋战到最后一刻。虽然到了最后，佐藤弘和仍然离我们远去，但他所留下的艺术作品将如同芬芳的美丽花朵，在世界各个角落缤纷绽放。在3个小节的前奏中，所有的音都是使用泛音来弹奏。吉他的泛音独特而动人，它的音色像晶莹剔透的水晶，也像远方传来的钟声，能够产生距离及空间上的美感，有时甚至还能带来宗教上的庄严感或平静安详的感觉。这些泛音好像是从远方传来的一声呼唤，要为经受苦难、沮丧、哀伤的灾民带来安定的力量。在第4小节有一个音非常引人注意，就是在第3拍上的降西。此处是一个 G 麦和弦，这个编曲是 D 大调 ，G 麦并不属于 D 大调这个家族的成员，而编曲者为了让声音听起来出现不一样的趣味，所以从 D 小调这个家族里将 G 麦借过来使用，让和弦的进行产生不同的变化。这种手法在乐理上称为借用和弦或调式互换，也是流行音乐中很常出现的手法。作词者曾经说过，这首歌的歌词是站在罹难者的角度去创作的，而借用和弦的使用，正像是呼应着罹难者的心情一般，在降西这个音的渲染之下，使得旋律与歌词的搭配有了更复杂也更加深沉的情绪，也像是一份诚挚而平静的祈祷。在第28小节，旋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连续大跳，此处堪称整首曲子中音乐张力的最高点，再搭配古典吉他温暖的高音音色，真的是很美好的听觉享受。但真正精彩的地方还不止如此，因为这里同时也是曲名 Hanawa Saku 首次在歌词中出现的地方。歌词是这么写的：花朵终会绽放，为了有一天将新生的你。短短的2句歌词，以花开的意象从正面期许着新生命的诞生，而新生2个字似乎也同时有鼓舞幸存者重生以及再度振作的意涵。但接下来的2句歌词却话锋一转，变成了花朵将会绽放，而我又留下了什么呢？同样是短短的2句歌词，这次所感受到的却是罹难者的淡淡哀伤与遗憾。毕竟自己已经无法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陪伴自己所思念的人，只能期盼着再也看不到的花朵能在自己曾经生存的世界绽放，为心爱的人带来美丽的祝福。很多人都知道古典吉他的高音独特优美而富于变化，但可能很少人发现古典吉他的低音也不遑多让，完全可以担纲主旋律的角色。而且因为弦的材质不一样，所以能发出跟高音完全不同的音色，两者听起来几乎像是不同的乐器，也难怪贝多芬会说吉他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管弦乐团了。
在乐曲的结尾，编曲者将第28小节出现的乐句降低了1个八度，在吉他中低音的音域演奏，让同样的旋律有了完全不同的味道，感觉好像是换了一个人来唱歌一样。那您可能会问，这首歌不是罹难者的心声吗？这句歌词还可以换成谁来唱呢？我们看到为了有一天将新生的你这一句歌词，乌马雷鲁这个字在日文中除了有出生生产的意思之外，也有去世后于世上重生的含义，是基于佛教轮回思想而衍生的用法。这样看来，为了有一天将新生的你这句歌词，也可以作为幸存者的心声，好像在告诉罹难者，就如同即将绽放的花朵，我会重新振作并努力生活下去，只为你新生之时能共享更美好的世界。
音乐的力量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，它不只能够陶冶性情、调剂身心、舒缓压力、传达美感，它还可以在危难发生时抚慰伤者、凝聚人心，将关爱与资源带给需要帮助的人。在当年，这是一首献给赈灾受难者的作品，而如今，愿音乐中的温暖与美好能够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帮助世人从一切的磨难中重新振作，看见灿烂阳光下的希望之花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陈老师，我们下次见。